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比赛，从碰撞发生到陷入绝望，哈斯车手格罗斯让仅仅用了不到30秒。2020年巴林大奖赛正赛与往常一样，无盏红灯熄灭，比赛开始，汉密尔顿起得不错，维斯塔潘随后跟进，佩雷兹上到第3，在1号弯场上位置不断交替着，而从末尾出发的法国人格罗斯让也迅速上升了2个位置，看起来今天的格大奇似乎运气不错。经过2号弯，诺里斯发生轻微碰撞，前翼受损，但并不影响驾驶。车阵中有人为了躲闪前车冲出赛道，不过并无大碍，看起来今天的发车还算顺利。但意外悄然而至，18位的格罗斯让尝试切内线超越前方车阵，凶悍的变线丝毫没有考虑到只落后自己大半个身位的小红牛赛车，而科维亚特也没有预判到格大奇的意图，因此他未做任何躲闪。电光火石之间，科维亚特被带出了赛道，所幸车辆并没有失去控制。正当他准备大骂格罗斯让的时候，小红牛赛车的后视镜里冒起了一团刺眼的火球。哇！直接起火了！我天哪，太罕见了！红旗。现代 F1 的比赛中，安全措施已经大幅提升，碳纤维单体壳、Halo 系统、6点式安全带、汉斯系统、后置防爆油箱等等，每一项都足以保证赛车手可以在激烈碰撞后依旧完好无损，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 F1 是一项多么危险的极限运动。而在所有事故中，人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明湖，而这样的事情时隔30多年后再次发生了。哈斯赛车在发生碰撞之后，右轮短暂腾空，失去抓地力，迅速落地后，以221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径直向逐渐收窄的护栏冲去，而因为距离太短，格罗斯让避无可避，迎面扎向护栏，瞬间碰撞的加速度达到了53G，只听到砰的一声，哈斯赛车竟然断为2截。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遭受撞击的电池组引燃了发生泄漏的赛车油路，格罗斯让被吞进了熊熊烈火之中。当看到火光滔天时，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难以置信的状态。附近的工作人员迅速拿着灭火装备向事发地靠近，追击车 C63 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加入救援，但无奈火势凶猛，一时间竟无法压制，时间正1分1秒的流逝。哭声、喊声，一切嘈杂的声响在张牙舞爪的大火中扭曲着，黑烟下的红光像是死神发出的召唤，围场众人不安的情绪和不祥的预感正在被无限放大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不语，似乎每个人都明白，如果没有什么转机，他们将不得不接受最坏的结果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火焰的缝隙中似乎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，而且是一个戴着头盔的人影。工作人员迅速将灭火器打开，而另一人则试图上前搀扶，而这个黑影似乎正在努力从烟雾和火焰缭绕的护栏中站起来。但火势突然变大，刚靠近的灭火人员被高温逼退，好在下一秒灭火装置起到了短暂的作用，而我们此时也看清了黑影身上的哈斯涂装，正是格罗斯让。法国人借助医疗车工作人员罗伯斯博士的搀扶，从高温的护栏上一跃而下，以迅速逃离了现场。维修通道响起了久违的掌声，人们压抑的情绪被一扫而空。格罗斯让的浴火重生注定对 F1 历史铭记。遭遇撞击后的法国人一度接受了最坏的结果，但当妻子与孩子的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，瞬间爆发的求生本能让他不再惧怕，活着出来成为了唯一的幸福。而在他脱离火海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家人传递信心。他拒绝了担架，表现的自己像是仅仅在地上摔了一跤那样轻松。而 F1 运动发展到今天，虽然安全系数已经大幅提升，但格罗斯让的事故提醒着所有人，这依旧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运动。在遭遇重大变故后，有人会留下阴影就此退出，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顾虑，但对于热爱赛车运动的人来说，坚持需要勇气，放弃也绝非懦弱。所有赛车手和他们的家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勇者。